欢迎来到巴巴娱乐呀频道，请订阅频道，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。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：硅胶脸和天然脸区别，看央视生前侯梦瑶和颖儿诚意就知道了。人生如戏，全靠演技，但有时候真相比剧本还要离奇。硅胶脸和天然脸区别，看央视生前侯梦瑶和颖儿诚意就知道了。王劲松饰演的云木之早逝成遗憾，诚意女装扮相亮眼，演技上显稚嫩。颖自然脸获赞，但与角色身份略违和。侯梦瑶米兰角色因科技脸引关注，演技尚可，确实科技，但也比只会瞪眼的颖好多了。先聊聊剧情这条大动脉。生前他不光讲了一个少年云鸿深如何一步步成长的故事，还巧妙地编织了一张捕捉日本间谍昆吾的大网。这昆吾神秘得很，到现在为止就只露了个鼻子，跟观众们玩起了猜猜我是谁的游戏。大家也是不含糊，列出了9个嫌疑人，其中米兰工藤玲子这个名字就像是磁铁一样，吸住了大家的目光，嫌疑指数直线上升。说起云鸿深的成长线，那可真是一波三折。一开始他是个啥也不懂的稚嫩少年，后来呢，假意投身军统，跟文业明成了并肩作战的战友。面对上司要求上交密码本，他那是硬气得很，一点不含糊。还有那场跟卧底的精彩对峙，简直是智商与勇气的双重较量，看得人热血沸腾。特别是被卧底勒脖子那段，云鸿深愣是凭着一股子脖子硬的劲儿逃过了一劫，这运气和实力也是没谁了。再来说说角色和演员们的表现。王劲松饰演的云木之，那可是剧里的一大遗憾。风华正茂的他，早早的就领了盒饭，让不少观众直呼可惜。5年前的王劲松，那颜值和气质简直就是书圈顶流的雏形，可惜好景不长。接着聊聊咱们的男主程毅，他在剧里的搞笑戏份那可是相当出彩，特别是变身二嫂奶奶那一幕，女装扮相颜值在线，英气中不失柔美，还有那场驯服裙子的经典戏码，简直让人笑喷。回忆父亲时的伤悲，也是情真意切，能带着观众一起沉浸在那份哀伤之中。不过一到军统剧情，程毅的表现就显得有点窝囊了，嘴张不开，少了那份得意潇洒的劲儿，让人看着有点憋屈。但话说回来，毕竟这是5年前的作品，程毅那时的演技还略显稚嫩，不过表情管理倒是挺到位，能让人感受到特务工作的紧张刺激。侯梦瑶饰演的米兰工藤玲子，这个角色可是剧里的一大看点。她的长相，尖尖脸、鼻梁、苹果肌、眼窝、下巴，哪都透着股科技含量，看着是有点让人难受，也成了全剧最不讨喜的角色。但侯梦瑶的演技那还是没话说的，一些不经意的小动作就能透露出间谍的熟练和老练。说起侯梦瑶，她还演过《花木兰传奇》里的花木兰呢，那时候的长相跟现在比，那差别可不是一星半点，脸上明显动了不少手脚。不过这也不影响她在生前里的表现，毕竟演技才是王道嘛。颖儿呢，她那张自然脸看着确实顺眼多了，圆溜溜的大眼睛透着股可爱劲儿。但话说回来，这可爱跟军统特工的身份好像有点不太搭边。颖儿的演技同样也是比较稚嫩，但胜在自然，没有过多的雕琢痕迹。说到剧情的亮点和不足，那可得好好掰扯掰扯。米兰作为日本间谍，她那张科技脸在知道真相后，反而成了剧情的一大亮点，让人在紧张刺激的剧情中也能找到一丝乐趣。还有男主和卧底对峙并直播的情节，那简直是智商的巅峰对决，看得人直呼过瘾。不过有些剧情里演员们的表演就没那么到位了，
比如程毅在军统剧情中的表现，就让人感觉差点火候，没能达到让观众觉得爽的效果。整体来说，演员们的演技还是有待提升的，但这也是成长的一部分嘛，毕竟谁也不是一开始就能成为演技派的。身前这部剧就像是一部精心打磨的谍战大片，剧情跌宕起伏，角色鲜活立体，演员们的表现也是各有千秋。虽然有些不足之处，但正是这些不完美，才让这部剧更加真实，更加引人入胜。